大家好，今年吃大闸蟹了吗？大家都喜欢怎么吃呢？差不多在年初的时候，在 FB 上看到在卖蟹黄酱的广告，标榜台湾养殖的大闸蟹，挖出蟹黄，塞满一整罐。身为海鲜控的我，差一点就买了，但是一大罐才700台币，实在很可疑。犹豫阵子之后，发现是一页式的诈骗广告。我想诈骗集团他们没有做好功课，不了解制作的流程，不了解台湾大闸蟹的行情。如果他一罐卖破千，我可能就信了。看到那个广告之后，我一定要吃吃看，这个种子就在心底埋下。那么今年冬天，我让它开花结果。这道菜在大陆叫秃黄油，秃是只有的意思，整道菜只有黄油。我今天买了4只母蟹，2只公蟹，在蒸之前要洗刷一遍。大闸蟹是淡水蟹，生长在泥巴里，一定要清洗干净才能吃。蒸的时候，蟹的背面朝下，以免蟹黄流出来就浪费了。绳子绑着不要拆，避免螃蟹挣扎，蟹脚会断掉。水里放黄酒、姜片，用中火慢慢蒸。如果火太大，蟹黄会流出来。大约蒸12分钟，关火，焖3分钟就可以了。在蒸螃蟹的时候，来泡一点菊花茶。我用的是苗栗铜锣的菊花，菊花茶是用来煮配着秃黄油吃的白饭。螃蟹蒸好之后，剪开绳子放凉，凉了之后油脂凝固了，再开始拆卸，以避免损耗。俗话说，富过3代才懂吃穿，能发明这道菜的人，肯定富过了几代。重点不是财力，是因为富裕的生活让人能细腻地思考烹饪的方式，而不是财大气粗的随意浪费食材。菊花茶泡好之后，倒出来测量分量，倒入已经洗好的白米里，泡20分钟后再开始煮。煮好之后要保温，配秃黄油吃一定要热饭。螃蟹凉了就可以开始拆，脚先剪掉。腹部的盖子折断不要。靠近身体的中间有螃蟹的心脏跟胃，把旁边的蟹黄拿下来，心脏不能吃。蟹腮也不能吃。拿掉之后，把黄色跟白色的部分挖出来。蟹黄就是母蟹的卵，蟹膏就是公蟹的生命的种子。这道菜用鹅油来炒，用山珍的油脂炒出海味的鲜香，配合时令的菊花，为些许油腻的蟹黄增添清新的香气，也增添一份雅致。这是我一看到这个食谱就非常喜爱的原因。蟹黄口感比较扎实，蟹膏口感绵密，挖出来一起炒过，香气饱满。如果只用单一一种蟹，吃起来层次感比较薄弱。这道菜其实不需要什么技术，但是很花时间。挖2人份的蟹黄、蟹肉，大概要1个半小时。
价值2000元的大闸蟹，精华就在这一盘。接着要来挖蟹肉，在挖蟹肉之前，身体的部分对半切开，因为螃蟹的构造中间的骨骼是一格一格的，剖开来直接从侧面把肉挖出来，会简单很多。泡杯茶坐下来，把蟹肉跟蟹脚挖出来，另外做别的料理。我事先熬了鸡架子汤，把挖空的蟹壳、蟹盖放进去一起煮，滚个10分钟，发挥螃蟹最后的价值。汤上面有一层橘色的油，是蟹壳里残存的精华。哇，这香气不说了，我怕馋哭你。来炒蟹黄，用台湾产的鹅油，这个牌子的鹅油我很喜欢，它有很多种口味。如果要加辛香料，只能放一点点，不然太抢味。蟹黄跟蟹膏放下去开始炒，炒制的时候，部分的蟹黄、蟹膏会慢慢化成油。分量会越来越少，香气越来越浓。稍微调味一下，一丁点辣油、花雕酒、白胡椒，再加一点点乌醋。很简单，涂黄油完成了。锅子里面还有剩下的一点黄油，千万不要浪费了。加一点鹅油，接着炒虾仁面的浇头，蒜爆香，香菇煸出香气来，放入切好的虾丁，炒熟之后，最后放入蟹肉。加一点刚刚煮的鸡高汤，用乌醋跟酱油调味，等一下来拌面吃。
试试看啊。不喜欢。